我在婚恋服务这行摸爬滚打了好些年，形形色色的客户见了个遍，啥奇葩要求都没少见，那些怼人起冲突的场面更是家常便饭。可今天这场相亲啊，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今天来相亲的是位38岁的女士，叫王丽。一听这名字就透着股成熟自信的劲儿，听说在职场上那也是混得风生水起。性格直来直去，心里藏不住事儿，有啥说啥。我今儿接到她电话的时候，她刚从公司开完会，那股急躁劲儿透过听筒都能感觉到。丽姐，我可跟你撂下话，今儿我可得好好挑挑，别再给我安排那种没车没房没担当的男人，我可没工夫跟他们瞎耗。我在电话这头忍不住皱了皱眉，王丽这要求在咱这相亲市场里可有点超出常规了。但咱干的就是服务的活儿，得顺着客户来，我赶忙安抚她。好的，王小姐，我都明白，咱见面再细聊哈。挂了电话，我心里犯嘀咕，就他这标准，估计今儿这场相亲又是一场硬仗要打。到了约定的相亲时间，王丽准时出现在我安排的咖啡厅。她一袭黑色连衣裙，妆容精致，打扮得体，看着至少年轻了5岁。一进门，眼睛四下一扫，就径直朝着我这边走来。丽姐，今儿我可得严格把关，别再给我弄些草根男士来。王丽一坐下，话匣子就打开了，一点不兜圈子。放心，王小姐，我心里有数。今天这位男士叫张峰，年纪跟您相仿，经济独立，事业稳稳当当的，关键是人没离过婚，性格还温和，挺靠谱的。我尽量让自己语气平和，就怕他又起急。王丽微微点了点头，目光转向坐在对面的张峰，眼神里没啥波澜，显然没对眼前这位男士一下子就来电。他又把目光转回到我身上，张嘴就说，我跟你讲啊，丽姐，我现在要求不高，男的必须有房有车，还得有气质。我可不想再跟那些连自己日子都过不明白的人打交道。我不苛求对方多年轻，但起码得有担当，能扛事儿。我心里有点犯难，可面上还得耐心解释。王小姐，张峰真的各方面都挺合适的。他自己有车，在市中心还有一套2居室的房子，事业上也有小成。您要是跟他聊聊，说不定能擦出点火花呢。王丽挑了挑眉，显然不太信我的话。他扭头瞅瞅张峰，冷不丁问了句，你有房有车吗？张峰明显一愣，不过很快回过神来，连忙回答，有车有房，房子在市中心，车子是我刚换的，那就好。王丽点了点头，接着话锋一转，不过我不打算要孩子了，你也知道我这年纪再生孩子没啥意义，反正我都绝经了。他那语气直白得很，一点不扭捏害羞。张峰一听这话，整个人都僵住了，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复杂难懂。他显然没想到这位看着成熟稳重的女士会把绝经这俩字说得这么自然。他犹豫了一下，低声问道，那你找对象是为啥呀？王丽神色平静，稳稳地答道，找个生活伴侣呗，我就想找个能陪我共度余生的人。不一定要孩子，但得是个有品位、有气质的男人，懂得享受生活，能跟我一块好好过日子，共享人生的美好时光。他眼神坚定，语气斩钉截铁。张峰听完，眉头轻轻皱了起来，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冒出来一句，你38岁了，不生孩子，不考虑传宗接代，还要求男人有房有车有气质，那你自己能给人家啥呀？你这要求我怕是够呛能达到。王丽脸上一点没见不高兴，反而挑衅似的笑了笑，那你也掂量掂量自己能给我啥？你说你有房有车，气质还行，可你能给我创造什么样的未来？我又不是没见过有车有房的男人，我要的是个成熟稳重，能跟我有共鸣的伴侣，可不是啥都不懂的愣头青小伙子。张峰一听这话，心里的火蹭就冒起来了，语气里的不耐烦一股脑儿都涌出来，你不打算生孩子，年纪又这么大了，人生还能有啥新花样啊？再说了，都这岁数了，咋要求还这么高呢？咱实话实说，你这要求真有点不切实际。这话一出口，空气瞬间像冻住了一样，安静的可怕。我瞧着他俩从张峰的怒气冲冲到王丽的满脸不满，我心里也窝火。相亲本来是让双方互相了解的好事儿，
可眼下这场面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王丽脸色刷的就冷下来了，狠狠地瞪了张峰一眼：“你啥意思？就因为我年纪大了，你就瞧不起我？你不就有个车有个房，有啥了不起的？还敢说我不切实际？我告诉你，像我这样的女人，想找个更优秀的，完全有这底气。”张峰一听这话，脸色变得铁青，显然是被王丽戳到了痛处。他也彻底没了耐性，噌地站起来，甩下一句狠话：“你都绝经了，还要求这要求那，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自己玩吧，我不奉陪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连声再见都没说。我看着这场闹剧，心里那叫一个气啊！忍不住冲张峰喊了句：“你别这么说话，大家都是成年人，有话好好说，咱来相亲是找合适的伴儿，不是来互相贬损的。”可张峰哪还听得进去，早就走远了。王丽坐在那儿，眼神阴沉沉的。我虽说心情糟透了，但还得安慰她：“王小姐，这人跟人讲究个缘分，不是谁都能跟您合拍，您以后相亲可得再理性点儿。毕竟咱是奔着找个好归宿来的，不是来撞南墙的。”王丽冷哼一声：“我当然知道，就这男人一点品味都没有，根本不配跟我谈。”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心里只感慨，这相亲市场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有些女人的要求真让人捉摸不透，有些男人的反应呢，又让人厌烦。说到底，婚恋这地方就是充满了摩擦碰撞，有人能撞出爱的火花，有人却只能撞得浑身是伤。这场相亲就这么草草收场了，我默默地叹了口气。我心里明白，像这样的事儿每天都在这相亲的世界里上演。不同的人带着不一样的期待，不一样的要求走进来，可到最后能找到真爱的终究是少数。就说我前几天接待的另一个女客户吧，叫小美，28岁，长得那叫一个水灵，工作也不错，在一家外企当白领。小美这姑娘性格有点腼腆，说话轻声细语的。她来相亲，要求倒不算特别离谱，就想找个年龄相仿、有稳定工作、心地善良的小伙子。我给她介绍了个叫小李的男孩，29岁，在国企上班，收入稳定，人也老实巴交的。第一次见面安排在一家书店，想着氛围安静，能让两人好好聊聊。小美满心欢喜的去了，一开始见面，两人还有说有笑的，看着挺融洽。可聊着聊着，问题就出来了。小李这人吧，没啥浪漫细胞，聊天净说些工作上的事儿，要不就是家长里短。小美呢，心里憧憬着那种偶像剧里的浪漫情节，渐渐就觉得有点扫兴。后来小李提出一起去吃个饭，小美点头答应了。到了餐厅，小李点菜也不问问小美的喜好，按着自己的口味点了一堆。小美有点不高兴，但也没吭声。等菜上桌，小李吃得狼吞虎咽的，一点不顾及形象，小美这下彻底没了兴致。吃完饭，小李还想约小美去看电影，小美婉拒了，说还有事儿。回去之后，小美就跟我吐槽：“丽姐，这小李太实在了，一点浪漫都不懂。我感觉跟他在一起，日子得过得平淡如水，这可不是我想要的。”我赶忙开导她：“小美啊，这人过日子不能光看浪漫不浪漫，小李踏实可靠，以后肯定能把你照顾得妥妥当当的，你再接触接触，说不定会发现他的好呢。”小美犹豫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丽姐，我还是想再看看，我不想将就，我相信一定能遇到那个懂我浪漫的人。”还有一回遇到个男客户叫大强，35岁，自己创业开公司，条件挺不错的。大强这人长相一般，但胜在有股子冲劲，事业上挺有成就。他来相亲，就想找个能在事业上帮衬他的女人，最好是同行，有资源有人脉。我给他介绍了个叫阿珍的女士，33岁，在同行业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精英，人脉挺广的。两人见面，一开始聊得热火朝天的，都觉得对方是难得的人才，能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可没成想，处了一段时间，矛盾就冒出来了。大强这人有点大男子主义，公司的事儿都想自己说了算，不太听得进阿珍的意见。阿珍呢，也是个有主见的人，觉得自己的想法不被尊重，心里憋屈。有一回，两人因为一个项目起了争执，大强坚持自己的方案，阿珍觉得风险太大，提出了不同看法。大强一急就吼道：“
这公司是我的，我说了算，你别瞎掺和。阿珍一听，气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当场就跟大强翻了脸。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就急转直下，没多久就散了。大强后来还跟我抱怨，丽姐，这女人太强势了，根本没法一起共事，更别说过日子了。我听了直摇头，跟他说，大强啊，你找对象不能光想着事业，过日子得互相包容。你要是一直这么独断专行，哪个女人能受得了啊？在这婚恋行业待久了，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事儿。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坚持走进相亲的圈子，可现实却总是不尽如人意。有的人为了物质条件放弃了感情，有的人为了一时的感觉错过了合适的人，还有的人因为性格不合，和原本有希望的缘分失之交臂。就像之前有对客户，男方条件一般，但人特别细心体贴，女方家里条件优越，长得也漂亮。一开始女方家里不同意，觉得男方配不上自己女儿，可女方就看中了男方的温柔，非他不嫁。两人顶着压力在一起了，刚开始确实甜蜜，男方无微不至地照顾女方，但时间一长，问题就来了。男方因为经济压力，工作越来越忙，渐渐没那么多时间陪女方了。女方呢，习惯了被捧在手心里，一下子落差太大，就开始抱怨。男方心里委屈，觉得自己这么努力都是为了两人的未来，女方却不理解。最后两人还是没扛住生活的琐碎，分道扬镳了。女方哭着跟我说，丽姐，我以为有爱就能克服一切，可没想到现实这么残酷。我只能安慰她，姑娘啊，爱情是需要面包做基础的，过日子得相互体谅，光有激情可不够。咱这相亲市场啊，就像个大舞台，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有人满怀希望的登台，以为能找到一生的幸福；有人黯然神伤的落幕，带着满心的失望离去。可不管怎样，人们还是前赴后继地往里冲，都盼着能在这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与自己携手余生的人。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这些故事，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我只能尽我所能，给客户们牵线搭桥，希望他们能少走些弯路，多些机会遇到真爱。但我也知道，这事儿终究还得看他们自己的造化。又想起有一回，一个40岁的离异男士来找我，他带着个孩子，想找个能接受他孩子、心地善良的女人。我给他介绍了个同样离异的女士，38岁，没有孩子，性格温柔。两人见面的时候，男士把孩子也带来了，想看看女士的反应。女士一开始表现得挺友好，还跟孩子聊了几句，逗得孩子哈哈大笑。男士心里挺欣慰，觉得有戏。可后来谈到以后的生活，女士提出孩子得跟男方父母住，她不想太多干涉，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男士一听就不乐意了，他觉得既然要组成家庭，就得把孩子当亲生的一样对待。两人为此争论了起来，最后这次相亲也黄了。男士跟我说，丽姐，我就想给孩子找个妈，他要是不能真心对孩子，我宁可一个人过。我理解他的心情，跟他说，你别灰心，肯定能遇到合适的，只是需要点时间。在这一行，像这样因为孩子问题谈崩的情况不在少数。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谁都希望未来的另一半能真心接纳。可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处理方式也不一样，这就容易产生矛盾。还有个年轻的小伙子，25岁，刚毕业参加工作，家里催着结婚，就来相亲了。他没啥恋爱经验，找对象就想找个漂亮温柔的，能陪他一起成长的。我给他介绍了个23岁的小姑娘，在商场做导购，长得甜美可爱。两人见面的时候，小伙子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小姑娘看着觉得好笑，气氛倒也轻松。可聊了一会儿，小姑娘发现小伙子太幼稚，想法简单，没啥上进心。小伙子呢，觉得小姑娘有点物质，老聊一些名牌包包啥的。结果这次相亲自然也是没成。小伙子跟我说，丽姐，我原以为找个漂亮的就行，没想到还得考虑这么多。我笑着跟他说，你还年轻，多经历经历就知道自己想要啥了，别急着下结论。这一桩桩相亲故事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幸福，可这幸福的模样在每个人心里又各不相同。有的要物质保障，有的求浪漫情怀，有的盼真心相待，有的望相互扶持。
但不管怎样，希望大家都能在这纷繁复杂的相亲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那个能相伴一生的人。我呢，也会一直在这婚恋的江湖里，继续为大家的幸福努力奔波，见证更多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只盼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能多一些，再多一些。